大家好，欢迎来到游侠佐罗的频道。谁控制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在《走势女王夏子》这本书还有个秘密，冲绳夏子背后的金主是台湾人林发。难道只有林发一个人是台湾走私背后金主吗？那叫什么？先说结论，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一场超规模的庞大走私活动，许多历史细节即将被揭开。在1935年，林发成立大同拓殖株式会社，在石垣岛垦荒。这间公司是与其他人合办。林发不管是二战前还是二战后，一直跟日本的政商关系良好，特别是二战后利用这层特殊关系，向回到日本的日本人低价大量收购了不能在日本流通的台银券。当然，台银券只能在台湾流通，然后用这些台银券成为夏子走私台湾特产的启动资金。经常被抓的古惑仔朋友都知道，看场小弟卖粉和卖私烟没有区别，造场子的是老大，老大上面还有老大，最关键的是给老大走私钱的背后金流大佬以及走私中间人。没有钱赚，谁会去干卖命的买卖是吧？二战后，中国大陆走私金流大佬有上海、香港、广东、福建的商团等，还有突破经济封锁共产党的公司和国民党官员徇私枉法。那台湾岛走私背后的金流大佬是谁呢？那在地提供台湾特產的中間商是誰呢？我而家想揀返做好人，對唔住，我係差人。盟军总司令部一般命令第1號规定，1945年8月15日之后，日人资产都归盟军管束，未经盟军同意的所有交易非法。国民政府正式到台湾接收日期是1945年10月25日。8月15日到10月25日之间，台湾存在大量非法买卖或者侵吞日人资产的情况。查询嘉义228事件的资料，我发现一条十分有趣。和平日报记者张岳阳手稿记载，嘉义的民众诉求第10条，民国34年10月16日之前，买卖之日人不动产所有权尽归有效。这条诉求明显违反盟军总司令部一般命令第1號。我这里有民国102年，也就是公元2013年的嘉义都更计划书。这示意图中，在嘉义市富国幼儿园南边，国有地眷村的左边，民国路和中正路交界处的民国路上，有一些私人土地和房屋。谷歌地图也发现，这些私人不动产已经是钉子户。对比2张地图就知道，这些私人不动产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左边这张是日本殖民时候的地图，右边这张是美军二战期间拍摄的嘉义航拍图。左边红线处显示是将校官舍，也就是日本时期的国有地。右边我圈起来的地方，在日本时期是院子，旁边是树，没有其他建筑。3张不同历史时期的地图对比，明确地证明一件事：台湾人在战后初期有侵占日人资产的事实。接下来是大规模买卖日人资产的证据了。台北市民请求维持815以后买受日产无效案，在 P11 页中，台北市建成町的二丁目2方房屋1连7间，王中同称民国34年6月5日向日人松本平助购买，但同年9月3日及12月12日，日本人松平还向佃户孙永士等收租。后面有宜兰人林立水买受日本兴业制糖会社土地多至2000余亩。后面有李清之等人每人买受房屋多在10余栋，共1000余栋，买者357人。上面还有台北市大同铁工厂厂主林提照川买日产商铺50余座及土地机器等物资，不可胜数，现成台湾巨富。二战结束后，台湾的非法买卖日人资产，这才是台湾走势背后的主要金流。因此他们的后代为了洗白祖先的黑历史，把盟军正当接收谣传为便捷收。台湾人用什么货币支付日本人呢？日元、台银券、黄金、白银都是选择范围内，甚至是金融产品。盟军又规定反日的日本人不能携带贵金属和限制现金数量。很多日本人通关夹带和私藏把贵金属和现金带回日本。日元贵金属能在日本流通，台银券没有办法在日本流通。经常洗钱的朋友就想到通过走私方法把台银券回流到台湾，林发如此，其他大佬也是如此。货币增多就降低了台银券的购买力。
并且把台湾特产走私出去，又抬高了台湾物价。但台银券回流不是最恐怖的，最恐怖的是金融产品。在维持815以后，售买日产无效案中显示，单案非法交易的金流达几亿、十几亿，有些大案达100亿之巨，不可能是直接支付给日本人钞票现金和黄金白银，只能是交易凭证和欠条之类的金融产品。而金融产品需要第三方提供担保，让台湾的银行和信托机构又参与非法交易中。当时控制台湾的银行和信托机构背后，都是台湾大佬中的顶流大佬。228事件中出事的台湾金融界先驱陈新只是管家角色，其他台湾各个银行、信托公司的老董事、老监察绝对脱离不了干系。其实在当时报纸上也能看出，国民政府已经发现台湾金融业的不当之处。这张明报发行时间是民国36年2月28日，上面是说针对囤米和打击走私的，下面是说华南商业银行开董事监事会议以及彰化银行开创立大会，但台湾金融业与台湾走私之间关系的档案没有完全公开，我也无法深入研究，希望以后有更多档案资料公开，再续上这一节。说完走私背后的金流大佬，再说说台湾特产的交易中间人。中间人是台湾岛在地购买台湾特产，运输到港口再卖给走私船的商人。经常被日本帝国殖民的朋友都知道，当时出口大米的买卖由日本公司垄断。这张是1934年台湾米贩卖管道流程图，中间商由台湾人担任，收购台湾农村的米。台湾米移出商是在台日本人开办的公司，也有台湾人入股合资。能跟日本人合资的前提是跟日本人关系十分密切，这帮人的心理认同是日本始终，这也导致走私台湾米喂饱日本人，让台湾人没米可吃上没有心理负担。台湾米移出商购买了台湾中间商的米后，把台湾米海运到日本卖给日本移出商，日本移出商获得台湾米，最后卖给日本消费者。但是二战结束后，在台日本人垄断特权消失，顶替空位的只能是台湾商人，就是下面这一群台湾本地米商，跟以前的中间商、台湾人移出商进行了合流，形成台湾人全面控制的台湾米移出商集团。二战结束后的日本，粮食高级，黑市价格高起，金流大佬非法购买了大量日本人资产，欠日本人很多钱，把台湾特产走私到日本，既能还债还能赚钱，富贵险中求，道义丢两旁。这帮人有大钱赚，管台湾死活干嘛？这可太行了。1946年11月25日，行政长官公署公布台湾省余粮登记办法，目的是监管台湾岛的米粮，打击岛内黑市高价卖米和避免台湾米走私出岛。1946年12月12日，行政长官公署公布非常时期粮食管理违反治罪暂行条例。12月15日，禁止主要的7种粮食未许可之输出移出。联合执法行动一下就把台湾的米虫都抓到了，一起串联就是这么简单。那就请中央去抓。民报报道，台南黄财政科长被市长下令扣押。黄黎1930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商科大学，日本时代担任台南州工商系长、总督府地方理事官。台湾光复后继续留任。1946年1月7日担任台南市政府财政科长。1947年2月份被免职，原因是把台南市政府接收的5艘日本船出租给药师叶辉兰与包商许权用于走私，2艘被台南海关扣押，1艘被联合国扣押在日本，据说还有1艘被扣押在上海海关。担保人中有5人是台南市参议员，不用想都是南台湾有头有脸的人物。台南市参议员敢出面担保黄黎，必定跟查扣的走私船利益相关。不止南台湾有查获走私的案例，北台湾也有。民报报道，粮户自动登记自存粮目前已达100万石，约占各囤户自囤粮总数1/4。元日在各地破获20余囤户，将送法院侦办。旁边还有外传查出林什么什么的大佬家属囤米40余万斤大案。下面还有口岸检查传播新规，防止走私船出港。下面还有基市张孙英市评价抛售实米，结尾用大字显示防止制裁粮食走私。我们还可以从台湾的米价波动找到走私和囤米的线索。
这张图表示二战前后的台湾货币供给和台湾物价关系。二战期间台银券发行量增长速度超过了物价上涨速度，这证明台湾总督府用强硬手段压制战争中的台湾物价。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投降后，恶果显现，台湾社会的物价指数短时间内疯狂高涨。但我们发现在1946年11月到1947年2月之间，物价有段稳定期。看不懂也没关系，这张数据表更直观。1946年2月到1947年2月，米价确实在上涨，但1947年2月之前的几个月，米价波动实在不大。爆发28事件后，米价才爆发式的上涨。我们锁定每年的2、3月份，这2个月米价都会比上个月上涨幅度更高，有可能是春荒导致，但1到5月是番薯收获季节，或者6到7月、10到12月是稻米收获季节。按常理来说，粮食收获后米价应该回调，就是一直涨并不下跌，这是怎么回事呢？原因很简单，米商囤积大米时间点和走私船最佳航行的季节形成无缝连接。3月到10月是台湾到日本最佳航行时间段，11月到2月是台湾乡绅囤米的时间。这又证明二战后初期的台湾米价跟粮食产量和行政没有直接关系，最直接的原因是走私大米和囤积大米，打击岛内黑市高价卖米和避免台湾米走私出岛。这不是台湾单方面的行动，是盟军的联合打击行动。1946年5月19日，日本发生了抗议陷入危机的粮食配给制度的全国性示威游行。日本从1946年到1947年2月，平均每月有30起工厂管理权被工人夺走。盟军总司令部和日本政府表面宣传是左翼运动干扰经济，但盟军总司令部知道是日本资方把囤积物资转卖到黑市贩卖，导致抬高了日本整体物价。1946年10月1日，南韩大邱爆发了大规模枪战，下午5点美军宣布戒严，原因是驻韩美军政府延续日本二战时期的粮食管制。南韩也出现非法走私和黑市抬高整体物价，暴乱从城市蔓延到农村地区，直到1946年12月结束。1947年1月15日，南韩临时立法院反对美军托管，美军又发布1月18日的汉城紧急戒严军事法令。日本和韩国都出现针对美方管制的暴力对抗，原因都是因为粮食供应不足，让战后美国脸面无光。最后1946年下半年，以美军为首的盟军针对黄海走私进行了一场联合执法行动，用打击非法走私和黑市来安定民心。当然同时间的苏联也好不到哪去，1946年到1947年苏联爆发饥荒，饿死了20万到100万人。欧洲战场也是如此，在二战后粮食不足和经济危机，各国的共产党势力壮大到不是第一大党就是第二大党。美国为了狙击苏联势力扩张，1947年7月启动了马歇尔援欧计划，从讲解金流大佬和交易中间人，顺便破解了接收变节收、国民党运台湾米打内战、物价高涨、关闭民反等众多谣言。最准确的28事件爆发的原因是走私囤积、物价高涨、打击走私、动摇国本。这也就是2月28日当天台湾角头黑社会最先出头的原因所在。打击走私进口到台湾的私烟和打击走私出口台湾米都是同一条走私产业链上的连带关系，甚至私烟到港后又是同一条船装上台湾米走私出去。那叫什么？下一期详细说说28事件中武装斗争最激烈的嘉义市。